孤独其实，我现在认为孤独是一个好的事情。它不同于寂寞。要先分手啊，然后呢？不然依依不舍，执手相看泪眼。单身狗就在那边很生气的说：“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独处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你跟他说出这句话好像很有面子。哎呦，真的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局。现在可能都进监狱了。我跟你不是吹的，这个东西你不是那个环境的人，对。那么那个环境就不一定能容你。我妈到现在都没手机的一个人。耗费自己的身体、精力，对，是吧？时间，对，没有毫无营养。后来我就长了本事了，就学会了打麻将。我们家老母猪今年生了5个崽。好汉见好汉，说了一夜的荤话。谁不希望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梦想中打卡的地方？对呀，问题是说，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不将就。梅菜味道不错。梅菜包子，谢谢柚的妈妈。这是柚的妈妈。我说就行了，我说。好吃，好吃，好吃，真的好吃。再一点小甜味。好吃，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哎呦，那我妈要给包一冰箱给你。我就很想去台湾，我们这不用做饭，就光是逛夜市。不做饭。台湾的吃的是不得了。租一个 Airbnb。那我们可以一路住，然后整个台湾环岛，对吧？你遇到那些还能讲闽南话。对。还有很多讲福州话。呀。怎样？哦 ，sounds great。台湾要住2个月。我要跟你分手。为什么一定要做了断之后才去呢？要先分手啊。然后呢？不然依依不舍，执手相看泪眼。不，你可以把乔爷的手交给花花。那是有点奇怪。我们要有一个仪式感，比如说让他们2人来到机场来送我们，然后我们要有个仪式感，把手交在一起，交给你了，然后我们就走了。拜拜。就有的时候人哈，比如说你婚姻或者一种状态哈，关系久了。你就会突然间觉得，我很想有一个孤独的时光，就是我跟你不一样，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光。那不就是 open 了吗？不 open，我还是你的，只是我可以不跟你在一起玩。就是以前我那天我们那个有一个律师，就那个上次我们做遗嘱什么那个律师说，他讲的一句话特别形象，说我们2个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对啊，很形象。就说我们2个，绝大部分人。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悄悄的在改变了，你没发现我开始要跟人家想的不一样。没有恩师，就我发现其实是可以不那样的。你看我现在自己去坐车。你有问过乔爷他愿意吗？他也挺乐意的。你确定吗？乔爷不敢讲。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他那也就是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其实对自己是一种认可。你就是讲婚姻内、存续内的这个关系内，他也需要有一个独处，不是说我要把这个婚姻断了，然后让我自己独处，这是一种空间。因为什么？你看如果我在家，你看他所有的 schedule， 他一定是围绕着我的 schedule，对吧？或者就是说，即使是他的事情，他一定有我在里面，对吧？那如果说我今天告诉他，我自己出去玩1天，我坐车去，那他的计划就开始可以没我，他今天1天可以按他自己，他想吃什么他自己煮。你像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觉得2个人在一起相处很难的地方在哪里？你看哈，你要去考虑他是想吃什么，爱吃什么，那我这个做出来是不是他喜欢的？然后这个时间表，我早晨几点吃饭？他是刚好起来的，是醒的，是吧？好多事情。今天偶尔1、2次是我一个人吃饭，你看我想吃什么，我煮什么，我端了一个碗，坐在电视机旁边，边看边吃，翘着腿都可以。对。然后到时候我就一个人，就很简单嘛，事情变得很简单。偶尔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觉得是对自己情绪上的一个养护。对呀。就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还是跟对方合不来的。其实我们跟全世界绝大部分人是合不来的。这个不是开玩笑。对，不是开玩笑，真是的。没有说这是你亲生
爸、亲生妈，你就亲必须生老公啊，亲生老公啊，亲生儿女，你就得跟他合得来，就是都是会有生活习惯、性格脾气、节奏，对生活节奏上的不一样，然后互相都在迁就。从对方的角度来讲说，哇，你大佬你我他妈也迁就了你很多啦，对不对？就是大家都很痛苦。我们老在讲说，那个就是在家里面受到特别大压力的女性，当爆发那一刻就是怨妇嘛。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在丁克族里面，丁克就是他们不生小孩，他们就自己生活。丁克族里面女生啊，怨妇比例超级无敌低，就很少，很少。她不需要被那些外界的东西影响，影响她的生活节奏。对，然后她可以很自我。对当然，自我这件事情在现代很多的时候是会被认定为自私。最近有个很有名的电影，因为电影名字我们打在屏幕底下啊，中国的一个阿姨，然后她经历了比如说文革之后，然后工作带小孩，然后再带小孩的下一代，之后她最后觉醒，她一个人买辆车出去到处旅游，那很有那个评分很高，这一部电影要给我们打在屏幕底下。这是一个真的故事，他就是突然之间觉醒，想要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终于可以摆脱那一些传统上的生活的枷锁，不理解，哪怕是自己至亲对自己的不理解。我觉得他还算是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让他想过自己的生活，他还能过得起来。最可怕的就是我差点都要陷入到那种境界。为什么我最近要开始自己出去嘛？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习惯了都是2个人，对吧？当你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去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怎么坐车，我不知道怎么用我的信用卡，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会有种你将会知道我永远回不到那个独处的那个时代。会有挫折感的，其实。其实我跟他挺好的，就是还是可以在家里也很舒服，就那种舒适区。对，你会不愿意走出来，太舒服了吧？你只要叫老姜我要去哪里，他从来不会说反对，马上开个车就让你要去哪你说啊，他没有任何怨言。是，正因为这样，你太舒服了。你太舒服了，然后变成废了你了。就有一天，那天我说我尝试一下，所以这是不好。因为那天皮皮没人带，我一时我需要去拍一个片子，那怎么办？我就出去哇！你说我艰难到什么程度？就是在那个地铁站转了好几圈，这边跑向那边看，然后就一个一个研究弄搞清楚了，然后再下来，明知道这个车感觉是对的，就应该坐这车，但是为了怕坐错，我就让他先过去，你让我等一下，我再看对了，然后我再等7分钟，我再上去，然后就这么，然后到出去信用卡你不知道怎么用。因为我平时不管钱的，我不知道怎么用。但你那个时候，你真的很有挫折感。我说我笨到这个程度吗？就是我自己没法生存，survive都没办法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最近有这个意识。那天给你讲，你让我去第2次，我就自己在mall里面吃饭哦。然后我突然间那一阵子是第2次了，已经。那已经第2次，之前已经走过1次了。然后第2次我就开始有点熟悉了哈。然后我就拿了一碗面，这下第一次感到。那个快乐来了，为什么？我不要问他你要吃什么，就有一种我自己愿意点什么点什么，然后我就想吃这个，就点这个，就随便点。就你不需要在点的时候还考虑到另外一个人，他可能还。然后最好玩的是，我点完以后，我不会用我的信用卡，因为我从来很少在那点嘛。然后旁边就有人帮助我，有一个小姐姐，小小的就又过来，你摁这个，你要这里。你要先摁这个，那这个是什么卡？然后他就教我，然后教完以后，我就点好，然后就找的一个角落坐下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多舒服吗？太阳晒的，不要想着阿公在上面。我看你那张视频首图，我已经能 feel 到你有多舒服了。而且忽然间感觉到自己翅膀张开了。不，他这个就是我可以不用，但你要有这个技能，就你可以不要这个翅膀。你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让它失去功能。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孤独的意义在这里。我不是要跟他离开。你先说。我妈是更夸张，我妈到现在都没手机的一个人。就是，所以我发信息都是发给我爸，我爸在读给我妈听。他有个人工读。当然了，也因为我妈有听，那是人工智能嘛，对。
人工智能。但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就是说，当然青光眼这是一方面，但是不至就妈妈于到眼睛也不太好，不至于到了没手机的地步，因为其实你知道，在国内如果没有我爸在身边，你没有个手机，人家就是觉得不可思议。对，你都不能支付，你要买吧葱都买不到。对，很夸张的。他去银行什么所谓的办事情，我手机号码我没有手机，就人家都想不到下一个回答的是这么一个就跟我们海外华人回去一样。手机比身份证都重要。对。没手机，我们顶多说我们手机没绑定。他真的字面意义没有手机。像那你说你会去劝你妈做改变吗？你会吗？我不会去劝她，但是就是说，真的是乖儿子。我们闺女听了，她就特别高兴哈，就是鼓励，这是对的。阿婆只是代表了少数，真的，就是少数被宠溺在一个舒适区里面的小老太太。对，我懂你抖优的意思。另外一面是更多的是那边过分依赖你，就相当于你如果今天你不去小孩的上课的事搞定什么，另外一个老公跟废物一样了，变成完全那个小孩。我们也不能讲那一边的老公是废物，只是说他认为分工的方式不一样。对，但在那个当时那个层面就是这样嘛，对吧？从他的解读就是我不在，你就什么都不行。就是说，一个是 housewife，就是说你是不需要固定时间工作的。至于你工作，你赚不赚钱是其次啊。其次，比如说我特别好的那个朋友，就那个谁，然后就是她赚的比她老公多了，但她就是投资金融方面的东西，她每天就花几个小时就够了，但她特别有眼光，特别有 sense。她老公就属于那种就是那种朝九晚五啊，但在她老公眼里面，你是不用工作的，你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跟赚多少钱那个数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就很多的矛盾就激发就爆发。这廊桥遗梦就是这意思嘛。对，一开始对吧？他实际上你说他觉得很痛苦也没到很痛苦，但是他们突然全不在身边的时候，他那段时候的那种愉悦、开心、那种享受是体会，就别人体会不出的。然后又出现了一个，但那是后话。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事，他那段时候是很开心的。很 enjoy 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说有的时候你看哈，单身狗那个急的跟什么似的时候哈，我真的有时候觉得那个时光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我们人生好美的一个时光，你知道吧？但是我们那时候都忘了，就是到处忘了有没有另外一半。单身狗就在那边很生气的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那我们也叫他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不是你要知道，阿婆现在在讲的，就我们现在屏幕前的多少观众在那边讲说，你们这种神仙眷侣的生活，你还想怎样，对吧？你还要一个人出去折腾个啥？我没想怎样，我就想自己会走路。因为的确，你要知道哈，他是这样，这是你的一个技能，就是讲一个悲观的话，就是说。不讲你们两个感情会破裂会分开，我不讲这个，你自然的有可能就要分开。那有一天，那你真的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你那时候的那个痛苦那种是加倍的。对，没错。你就会觉得一下子那种适应就更难，就特好玩。那个一友要跟我说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好像第一个好像感觉要问一下阿公一样那个感觉。什么事情总是有，就是但是那个时候我会感觉说，阿婆是很尊重阿公的感受。那不是，是因为我真需要。我采访你一下，你像我这样子自己可以跑出去了，翅膀硬了，你会不会失落？其实这个也不会啊，我是觉得。阿婆，你必须多跑跑才问他这个问题。没，阿公讲这都哪到哪，只不过就是下次，我们下次得跑到就是108000有一就有二，我们这个翅膀越来越硬。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你知道吗？我们在起飞的跑道上等待。然后呢？飞了就降落不了的时候。总有一个人要去面对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知道吗？所以是这样。真是太有学问了。不是太有学问，这是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我现在录下来了，容我现在接受不了，等到我像阿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拿出来听一下。大家不要把孤独看成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真的是可以享受。这孤独它不是个负面词。对，孤独其实
我现在认为孤独是一个好的事情。它不同于寂寞，你知道吗？哎，这是完全两件事情。我觉得寂寞呢是有一种 negative 的那种， Yeah 其实一种心理缺失啊，已经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或者失落啊表现心理层面的一种。孤独真的是给你一种独处，一个是反思自己，第二个呢去享受你自己，因为你只有孤独下来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感觉自己一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享受你自己的生命的存在。对，因为其实我们生命中都包含别人，多多少少，大的小的，一直都是你真的很难得有一个独处的时候。这个东西我说的这个东西，有人可能会理解成好像你享受自己，觉得自己特别好像，怎么地，其实不在于自己要多有重要，再就是我们的生命历程走到今天的话，你要享受到自己的这个过程，自己去感受而已。所以我最近我又借了一本书，就复旦大学那个陈果教授写的，哦，好的孤独，4个字，这书名叫4个字。他没有给你很多鸡汤。我觉得不存在鸡汤，鸡汤呢到处都有。说句实在话，你随便我跟你说句话，可能都会是鸡汤。但是我觉得呢，我还是比较理性的认同他对不同的概念的解释和说明。所以我看完以后啊，我就传给孩子再去看，我觉得对他也有帮助。那我是要去看一下。其实对我们人生是一种，我感觉是一种积极的启发。如果我们从孤独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陈果教授的东西可能还有点说服力，因为陈果之前被人质疑的就是你在讲两性关系，但是你一直在单身。对。你凭什么讲两性关系？那他讲孤独就对了。但是他如果是说他的话题中提到了孤独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的话，我觉得他是很权威。他其实我觉得很认同他的一点，就是说，在孤独的过程中啊，我们其实人挖掘自己的价值，在向里而求，向里求。说我们去很热闹的场所，节日啊，这个很热闹的地方，其实在向外求的一种生命的存在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向内求，你的矿产丰富极了。所以我们静下心来，其实是就在向内心挖掘。如果是我们独处的话，当然就是这样。因为你向外求不到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你最后跟自己要的话哈，你会形成一种独特的信仰。它其实就类似一种信仰。而且你如果向外要的话，其实是取决于别人要不要给你这个情绪价值。你向自己要，自己可以给自己。对，而且你笃定的话，其实它是类似。不是所有人都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是自己可以给自己情绪价值。其实就是我们两个就是都在家里安安静静的，其实也在独处。其实我感觉他更喜欢独处。因为我不是喜欢独处，但是我会因为忙嘛，有时候忙我的事情就没什么声音多呢，那他就不会来，就觉得你跟我玩吧，你跟我说话吧，他不会，他可以一个人待很久。我喜欢是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就你们都在讲。对，我以前有一帮朋友一起玩，然后7、8个人，经常是聚在一起的。但是这7、8人聚在一起，我通常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俩的状态是很好玩。当他们开始打牌什么，就全都安排好热闹闹的。然后这个朋友呢，他就是相当于组织大家做这个事的。但是这个组织者帮大家都安排完之后，他喜欢独自在他的房间里听听音乐，或者看看书，或者晒晒太阳。然后我跟他是完全一样的性格，所以我们俩但是我们俩又不是那种在里面不停的交流说话，没有，我们俩就各自坐在那边做自己想做的事。总之就是我们又好像交流的不多，但是又彼此很享受这种，一个人在边上这样，但是安安静静的这样。你说他完完全全独处也不是，但是我又很享受外面那种喧闹，很喧闹，感觉很有安全感，但是自己又喜欢这种，我是很特别，我觉得。你说。我在说，其实我呢，热闹我也掺和得进去，啥我都能玩。象棋、围棋、跳棋、飞行棋，还打扑克、打掼蛋打麻将，找朋友，什么都干，都是我带他玩的。
关起门来安安静静，我能做的真的。这其实挺好，就有一个朋友，现在他在温哥华生活了，比如说好些年，然后那天多伦多的朋友过来，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去玩，哎，突然间他发现了多伦多跟温哥华的人他有一点不一样，感觉温哥华的人是不是更能享受孤独？就说他喜欢大自然，就静静的待着一个地方，然后特好玩，讲的这个冲突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多伦多的那个朋友来这边，然后温哥华的这位朋友就带他去海边，就是看大海，看那个大石头，然后那个多伦多那个朋友哈就说，就很奇怪，你们就这样能够石头，对发呆发一天吗？你们就喜欢石头吗？那这边温哥华的朋友就，你看大海多漂亮啊，你看那个天际线，你看这个石头，对吧 ？OK。然后他说我们在多伦多，他都去游轮上开party，就是那个船上开 party，然后就狂欢那种感觉，就是大自然，他是觉得好像为什么就这么孤独的坐在这个地方？的确是啊，我们从那个有没有不一样？从北美这边啊，就北半球，就是 sorry， 我们的北半球的这一边北美这块地方啊，然后西海岸的人跟东海岸的人的确是不太一样，然后西海岸的人好像更静一些，然后东海岸的确是更活跃一些，很奇怪这件事。就他们要不就酒吧很嗨，他这里这个温哥华这里很多人就很喜欢在海边，就是看着那个浪，然后拍的，可能跟我们的看岩石、跑步啊、散步之类的，这很安静的。它其实就是，其实你觉得这个事情也很好玩呀。它其实就是可能，当然不是全部有部分其实就是因为他更向往这样的生活，他移居到这儿了，对吧？他可能在这边，如果他在这边一开始不合时宜的待在了温哥华，他不是这种人。他觉得这每天晚上这么无聊呢，他可能就到东部去了呀，因为这边的确晚上的夜生活没。还有很多人他还没有到选择的这个地步，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境界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如果说是独处，是件很丢脸的事情。有一种心理上的，这是一种理解，对，有的人就说，哎呀，我都没朋友。特别是新移民。对呀。你知道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哇，灯红酒绿。然后我记得我刚出国的时候，虽然我那时候还小但是到了周末之后，你发现你没有活动。我们以前在国内，哪怕那时候就十几岁开始，看着周末，对，就十几岁开始，就是你还在赶场子，呼朋唤友，对吧？那时候小，然后手上就是也开始可能自己打个工啊，赚点小钱啊，零花钱也比以前多啊之类的。特别是我们就是说临出国前，就已经放飞自我了，就是我操，我是要出国的。你到了加拿大，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活动，你没特别多的朋友。我就烦的在房间里团团转，莫名其妙的真的就转。我们俩认识什么场合？我们俩是在一个非常热闹的舞会上认识的。对，他是被我的朋友，是我组的一个局，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局，然后好几百人来那种。然后他其中有一桌是我留给我一个朋友，他说我带10几个朋友过来捧场，然后他是其中一个来的。然后就因为为什么认识他？因为那桌都是女生，就他一个男生，所以就有他。然后那个为什么就一个男生？我说他怎么那么瘦？然后我那个朋友还跟我讲，可受女生欢迎了，很多女生喜欢他了。是有一点人脉的时候，基本上只要是闲得下来的时候，你都会想要在一个热闹的环境里面度过，来证明自己不孤独，自己有市场。其实你换一个思想，换一个角度，可能是觉得真没那个必要。我们长大了以后才这么想的嘛，小时候不是这样想的。不同年龄的想法完全不同，就是那个时候，甚至于，你觉得你跟，比如说这个人的生日或怎么样，对吧？你来参加完你跟他说出这句话，好像很有面子。哎呦，真的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局在等我。但是反过来，你现在想，你说这些话对人家多伤，对吧？人家都不一定伤，人家想治愈的嘛。对，当时真信了。那个时候我们放学，然后回家，该洗，该涮，该运动，该看电视，完了以后晚上10点半，有来一个同学打个电话说，我们现在在大头仔喝奶茶，唰全去了。
歌舞升平哈，我们过去哈，但是我们又不一样，我们实际上是为了逃避。因为我跟他如果再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俩会有矛盾啊，因为他是一直就享受孤独，他不是像我们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他一直就喜欢，他不认为朋友多是什么，他认为精就有几个人能陪他打牌，能陪他喝酒，能陪他聊天，他就可以了，他没有要求别的。那我呢，应酬多的话，实际上家庭会有影响，时间长了就会，肯定会哈，你会不开心。那其实我们俩会怀疑说，我当时有答应你 open relationship。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来这边，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那个基础、那个生态没有了。为什么他可以不要这种生态？但是我们过去你没有这生态是不行的。你任何事情你不求人，我本身也享受说。2个人的世界就在这里，这边环境这么好了，你说你，所以你是开始学会去 enjoy 之后，你才会发现这边的环境好。对，其实你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一下才会看得懂。对呀。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向内求还是向外求，其实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你都要找到自己的所谓的生命的价值，或者认可一个这个价值的认可。对。那这有2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自我认可，就是我自己认可的，我自己认定的，我只要不损害别人，我自己的方式，我往前生活，我笃定的往前走，周围的人你不管说我是坏了也好，好了也好，我不受影响，我就往前走，这是向内自我认定。还有一种就是我希望通过周围人的互动，从他们的反馈里面。来确定我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确认。那我呢，我是喜欢，我愿意选择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认定就够了，因为其他人怎么认定，那就等我盖棺再定论嘛，也无所谓。但是你适合在这里生活。那我呢是属于我还是能改变的。家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很多人都在说哦，我是为了孩子教育。我觉得这只是我们的一部分，其实我们要面临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你看，就是你要懂得享受孤独。其实孤独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好处。在这里，因为你没有那种无谓的应酬，没有用的应酬，耗费自己的身体、精力，对，是吧？时间，对。没有毫无营养，我可以跟你讲，回想起来，就是我会多唱那几首歌。接触很多就是新移民来加拿大的，然后听了很多的故事。一对夫妻在中国，各有各的应酬。他们觉得如果是再这样下去，他们没办法维持婚姻了。女方呢就向男方呢下一个最后通牒。我现在去办移民，移民只要下来了，如果你继续留在中国，咱俩就离婚。如果你跟我一起去加拿大，我们就继续。我真的亲眼见到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是在这儿继续，而且继续的很好。而如果他们还继续在中国那个环境里面，这么不孤独的环境里面，然后很热闹的环境，很热闹的环境里面，他们可能过不到今天。它其实不是一种热闹的问题，它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是彼此关系影响，就是它是这样的，交错在一起的。分叉了以后，你在加拿大继续的话，就开始并拢，回这是一个机会。归到家庭线。对，也有这个，也有靠这一步都回不了的。那也有，对，也有的。也有很多故事是来这里1-2年以后就分了。在那个环境里，它不是热闹的问题。时间上你跟这个有家庭的生活完全不匹配。你每天不是说你说的周末，我们下班就开始约了。如果你会打麻将，那就更不用说了。整个周末就是我那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带着他一块儿去玩。后来我就长了本事了，我学会了打麻将。那如果应酬，我们是一个 group 没法说，但是你不是我一个 group 的，你就去不了。那我去玩晚上。没有12点，这12点算早了回来，对吧？然后你看，你说他能高兴吗？他只是不讲你而已。这是一个时间上你不适合家庭。第二个，你的关系上
你非常多的这里面的就是说你会受各种的影响。哎呀，我的闺蜜怎么样？那个她晋升了，那她又怎样？就是她又买了一个什么包包，比如说哈，她孩子又怎样？各种被外界的总之太多的影响信息，信息你自己觉得我很坚定，可是你不知不觉的，有影响吧？不知不觉的，你会被打击的。然后不止被打击，还有就是你很多行为会真的会跟他们迎合，因为你要合群嘛，你要合群。 survive。你不去，人家就怀疑你搞什么小动作在背后。在这种热闹当中，你不是享受，你不是我们过去的那就不是在享受那种热闹，而是被那种热闹压抑。对，其实是被牵着你迫不得已的一种热闹。但是你自己又习惯了，就像你说的，突然间到周末没有安排的时候，冷清下来，就那转。很热衷。我想出一个画面，那个愤怒的小鸟。但是你看哈，来了一下子哇，安静下来。我跟他那时候安静到我们真的是就是坐在旁边钓鱼哈，那是不是一整天耗掉？真的安静到那个程度，拿一块饼，然后在湖边哈吃一下，钓个鱼。今天钓回来，晚上我就在那收拾鱼哈，就是那种感觉。那也开始有朋友，你必须要有朋友啊，一起玩啊。但是那个就简单多了。你在跟那个你相处最舒服的人一起做任何事情的那个乐趣，就是当你有很多的调味料加进去之后，你已经忘记它原本的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好在就是我就觉得说，像阿公阿婆的例子，就是在他们没有 lost 最原本的初衷的那个味道之前，他们又回到了那个 just you and me，是不是和那个对的人一起在做随便什么事情的那个状态。这还蛮让人羡慕的。其实还是有一些你不太想自己一个人去做的事情。对，就是我是觉得孤独不是无事可做，对，而是太多事可做。我是觉得孤独其实，你刚才讲的，其实孤独不是封闭。孤独是要能够自己静下心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就关键是静下心。对。它不是封闭，不是我跟外界隔开，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就是你即使有很多朋友，你仍然能保留一个独立的自我。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当你要深想一些事情，要去思考一些东西的时候，独处是一个很大的助力。我们说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它大部分都是在独处中完成。哪怕你只是你平时可能想不通的一些事情，你可能需要用一些，就比如说已经不止1个2个人来问我了，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结伴一起去健身，你都问我同样的问题，然后我都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去 gym 里面去健身，不管是干什么吧，哪怕我觉得拖拖拉拉哈，那个时间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想很多平时就是胡思乱想。冥想完全胡思乱想，也没有冥想那么有序哈，就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状态很有意思，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胡思乱想跟你平时躺在那边胡思乱想的内容不太一样，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很奇怪，阿婆下次他们3个都有。有一种，我觉得运动的时候你那个胡思乱想啊，它不是胡思乱想，我的理解，就我的感受，在运动的时候。你会把日常生活的一种杂七杂八的碎事啊，把它理顺，对，你会把它理顺，对，然后你的思路现在变得清晰了。是，我是这么一种人。这么神奇。那个多巴胺很神奇。我倒不知道它是不是多巴胺，但是我就觉得它就是这，你会把线条理顺了。没错。1、2、3、4啊。我大部分的直播的主题，我都是在健身的时候想出来的。回顾我自己的，在我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我最无脑的时候。那热闹的简直是无与伦比，那从上班开始已经约了整个星期就约差不多了哈，就是基本讲你一般见缝插针都插不进来，我有时候约到都吃到早餐为止。但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是最无脑的，因为我现在去回想，可能你也会感受，就回想我那时候的言论，应付那一些应酬。你只有你没有安下心来去想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是无脑的，都是没有经过沉淀的，全部都是浮在上面的，讲的都是那些东西，你没有一个心灵最让人家有震撼或者哪个有共鸣的一种交流，谈不起来。这听着像什么？像《水浒》里面
好汉见好汉，说了一夜的荤话，哎，对，吃了一夜的酒，混睡到第二天，也不知道说了啥，基本是这样子。这个意思。但到了这个外面以后，我发现我后来跟他的所有的交谈，我们真的，我有时候我已经记录了2期了，我以后再拍。跟他继续拍，我放不放出来可能难说，也许我哪天高兴我就把它放出来。但是那样子的交流，我会觉得有一点意思。就是真的是我们历经了这种自己孤独、自我孤独之后的出来的那种交流哈。因为我自己的频道里面做过不止1期关于就是独自去旅行，这个话题，在我的观众里面有很大数量的是从头到尾就独自一个人去旅行的。但是你知道坐邮轮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你基本上看到的那个邮轮官方公布的价格就是2个人1间房，每一个人的价格。你一个人要去住一整间房的话，那你基本上要给 almost double 的钱。是。就变成就是一个成本的 cost 很大的情况下，但是依然不愿意妥协，他可以找朋友同伴，对吧？来 share 这个 cost，但是他们依然不愿意去 share 这个 cost，是他妈铁定了他对自己一个人独处有极大把握和极大执念的人。他们可能已经吃过很多很多的亏，就是说我勉强去找了一个同伴，然后貌似我好像这趟旅行有伴儿了，但是我其实是，但极大的影响了他旅行的没错，我还不如不去。那我这个钱完全白花，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然后当我接触了一些我这样的观众之后，然后我感触还是挺深的，因为我当年一个人旅行不是真的想一个人旅行，而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公司只派了我一个人。你就一个人需要去面对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就变成就是说，当你落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的时候，就像阿婆刚开始就是自己跑出去玩哈，对吧？然后就是你必须把耳朵竖起来，把你的感官放大，把你对于陌生认知的那个认知能力还有得放大。你可能平时你就把这东西都收起来了，但那个时候你都必须，对，你必须要独立去判断。我个人觉得还挺锻炼人，有挑战的，挺锻炼人的。我肯定做不到目前。没事儿，一定会做到。我绝对相信阿婆的潜力啊！但是在当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才20多岁的时候，然后就特别不是害怕没用，你害怕你也得去，好吧？你不能说我害怕你不去了，不让你去或者不怎么样，没有的。就是公司布置好的任务，你就一定要能完成，只有完成的好和不好的区别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会，就是当你经历了一整个过程之后，圆满完成，或者是不那么圆满，但是完成了之后，一个轮回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这么大。但是只是经历过了才会知道，原来自己可以能力这么强。原来可以自己脸皮可以那么厚。当你的感官因为你的独自一个人而打开了之后，就像其实一样的嘛。你看我们当时决定就是背井离乡，自己来国外念书，真的是默念一句话，就是老子什么都输得起，因为我年轻，只要小命不丢。什么都可以，所以他这个对他后面一生都奠定了一些所以我基础。在这边讲这么一句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多少我们的花田趣事的观众有共鸣哈。当年以同样的方式一个人来的女生，比以同样的方式一个人来的男生的韧性、耐力、强壮的程度，就是心理强壮的程度要更强。应该是。我只是说我看到的而已哈，我口看的虽然结实精神剩下的不多。因为往往一个年轻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他面临的危险比男生要多得多。对，你得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多么怎么讲呢，就是一个临界点的一个位置，以你为非常少的对于人性的判断，好人还是坏人，对不对？就是来判断你遇到的人好人还是坏人，这人要帮你，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帮你，他有没有别的想法？然后那你要不要接受他的帮助？真的完全靠碰运气。但是好在也有这么多年没吃过什么大亏哈，
活到现在，算是成功了。活到现在不容易啊。但女性就是说，如果一旦下决心，其实她力量是很大的。你就是当年我们要说出来，那我那时候就养尊处优的嘛，那根本就你想用脚都能想，我不是那个就是加拿大这个环境的人，所有的人都不认为我是那个加拿大环境。但是你看我一开始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很明显哈，我不跟你讲，我把我所有认为漂亮的衣服全部处理掉，穿的就是运动服哈，对吧？我只带几套运动服，干嘛？打工用，打工就准备。那我后来想想，怎么这么傻？难道一辈子打工吗？怎么所有衣服都？那后面就后悔死了，就那时候钱又挣不多。又要挣了钱还再买回来，然后没有，你好贵啊，就很可惜死了。但是意思是说，那个时候所有都放下了。是那时候是想给自己一个决心。你那时候你的感官，就是我跟感官感知各方面都是完全放大的。这个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不常有这样的机会。我现在跟我好几个网友哈，就是关系特别好的，都是一个人出去旅行，他们是常年处在这样的状态，常年每一次旅就是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人，面对任何东西就是一个人，然后他们特别喜欢来跟我分享他们的旅行的经历，然后他们的旅行的 plan，甚至还花钱来找我来跟他一起分享。你说他这种孤独，就你刚才讲的这个整个感官打开，我是能体会。就我一个人去坐车的时候，那你看我坐在人家本来坐车厢，你看我看很多人在车厢，他们就开始睡觉了，因为他很熟嘛，这条路他就开始睡觉了。我不可能睡觉，正襟危坐在那看这个。别坐过了，别坐过了。你那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不是也？那是我那时候上班也是睡着了，但是我就刚才想说，一有说的那个所有的感官都打开的时候，但是我又不能理解，比如说你那些网友，他的孤独的点，你看啊，在哪里？谁不希望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梦想中打卡的地方？对呀。问题是说，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不将就。宁缺毋滥，是这个意思。是，我有，当然了。对呀，我就说啊。对啊，有的话当然了。有些是可以接受，随便找个驴友干嘛，但有的其实你的个性是接受不了，他可能已经经吃过很多亏了。我甚至遇到过什么，就是来找我，就是配对的，对，就是能不能配的，最后打官司的都有的，上法庭的都有的。就旅行完这一趟回来打官司，就是我的好心，就我的好心的拉拢或者好心的配对变成了一个，所以我从此以后不配了。我就告诉你，找不到合适自己去，给不了钱别去。也不舍得给2份钱的别去，誓死不配。我多少人跟我建议就是，哟，你看你现在啊这么多人关注你，然后拉个群吧，然后我们自己在里面配对，我坚决不做。可以一起跳广场舞的未必适合一起旅行，你们可以一起打麻将未必适合一起旅行，你哪怕夫妻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你都未必适合一起出去旅行。有的夫妻出去就一路吵太多了。但是有的人在家里一路吵的，一出去旅行就欢歌笑语。那就好，那就在外面别回来了。那是因为在家里太烦了，太多事情啊。是，就放松，就像我不要做饭，我就不开心。这就叫做幸福在路上。他在家里的压力太大了，他可能上面有什么，下面有什么，左边有什么，右边有什么。又要做饭，当他出去旅行，他完全放松之后，真的你会听到，就是说，我很喜欢看到我老公在外面旅行时候那个状态的样子。我发现他很帅，但一回家，我操，这糟老头子。呸！不是，有的人他为什么呢？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就是夫妻啊，比如我想走这个，我想走那个，然后就就各种的吵，亲身经历哈。就很像，其实我跟他出去就有一个好，就是我出去我就傻了嘛，那个时候，我傻了就听他说哪就哪，然后他说去赌博，那时候在游轮上，去赌博，半夜10点半了，为什么要把博这个字说出来？我说我10点半我不是要睡觉了吗？他说这个难得出来一次什么睡，赌一把，闹一回，对，他就把我拖到赌场去。然后我都输的，我手机。你说那不是出去玩嘛，10块20块的老虎机，哐啷哐啷还他说你这么早睡觉干嘛？你这到这里到游轮睡觉，我就把我一拎起来。哎呀，就还好跟他不会吵，他说走我就迷迷糊糊去了。脱口秀就说到嘛，他跟他女朋友
出去旅个游，然后女生说我要看日出，早上几点钟设闹钟，然后就为了这事呢，男的说这么早有必要吗？明天就什么什么行程什么样，然后就吵得不开心，一早给他定个闹钟，叫他起来，被那女的起床气骂了一顿，又去睡了，然后之后没看到日出，又是把他说一个，你当时就不叫我起来，他叫了呀，你不开心啊？他说那你就依着我。一个人也挺好的。是，你想错过了跟自己生气没用的。对，没错，你想往东，对吧？没人跟你争的往西。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经常一个人，因为他属于打卡型的，他想走遍，就是他这一辈子能越走越多地方越好，那他就是这样。他就适合一个人，因为你只要有多人，那马上计划就跟别人对，计划就会变。因为有的人想我慢一点，我3天玩这个地方，他就想我1天就能玩2、3个地方，我就想看，对吧？所以你看，当遇到分歧的时候，是你凭本能愿意去妥协对方的那个人，这种人很难遇到的，其实，你凭本能愿意去迁就对方，的意愿，像。啥？你说难找他，我们要4个人出去，他肯定就你问他随你们，我们2个随他们。然后我跟阿随婆，我还想说我跟阿婆要不要打起来，然后开始钉钢锤，听谁的？因为我一到外面我就。其实有的时候傻一点也挺。我就在脑补，就是如果我跟阿婆去旅行的话，我应该就是说我会跟阿婆先讲，我有这个 plan， 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然后我会很官方的告诉他说我们的风险在哪里，就是很专业的跟他讲，我们的风险可能是什么？可能比如说走路走的很多啊，然后或者是说这地方很贵啊，或者是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可能会错过什么，但是我们会得到什么，就是很 professional 的这个东西，然后由你自己来判断。好的，这种方式好。对，但是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跟向都是食物链的底端。有包要背吗？有东西要提吗？问什么问？直接往后面一扔，有人接着就行。所以就是还是要，如果说能够遇到最合适的人哈，对吧？就是其实我们4个就挺合适。何必去享受孤独？对，就是能有就有，但是就是我们以后争取我们4个人出去一趟。我们在外面录花田趋势。对啊。就是宁缺毋滥。啊，我还是那句话。对，谁都不想说你孤独终老说大了哈，就是说谁都不想说你如果有一个重要的 experience，然后是一个人去体验，你总是希望说那个时候想要分享。有一些寡王哈，就我见过很多就特别寡的人，然后他虽然他就说一个人去，但是他会拍很多照片放 ins 上面，这不是一样吗？还是想分享。是他还是想分享，换个方向分享。他这个是最好多一点点赞，多一点点赞。对，他这个是一种，有的人就是宁可就是这样孤独，但我不想跟别人相处带来的更多。他没有找到特别适合一起做这件事情，他情愿一个人。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健康的。我觉得的孤独就是什么？你能够独处的时候能够享受它，但是并不表示你要隔离其他人。孤独在家寂寞就不行。你独处，但是你的内心充盈，内心充盈里面有很多的 part， 就很多的部分，其中有一个部分是说你的心很安，有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去安放你的心。什么情况下的独处我会很心安？就是你的心有地方存放的时候，你安心的时候。安心的时候，比如说我其实也很喜欢旅游的一个人，各种问题来思考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我的生意通常是夏天忙的，对吧？那么当夏天忙的时候，我可能事实上的时间就不够我去做这事，但这个时候你没有心境去安下心来，去给自己规划一个旅途。就是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个矛盾点，但是是需要克服的。这个需要克服。我觉得这个属于生意上的一种。这也是一种，但是我不是说我只是拿这个举了个例，那你可能也有别的，对吧？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反正就是
比如说你皮皮没地方放，我心无处安放。不是心没地方放，是皮皮没地方放。因为皮皮没地方放，所以我的心无处安放。这样会不会诗意一点？那就意会就行了，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很简单嘛，人家老说，哎呀，你放下放下，但不是你讲那么简单，你想放下就放下的是吧？什么东西好不容易赚到手了，放下。硬放。所以独处真的是种能力。因为其实现代人想真正独处很难，你可能身边不太了解你的人就会想，最近去哪儿了？你到一个人跑那儿干嘛？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医生？要不要我介绍一个心理医生给你？他要是一天坐家里就是从头做到晚，他再看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没问题，因为他一直是这样。他就乔也有这个能力，他天生就有这个能力。那我如果有一天突然间就坐那不说话，一定出问题。你一个人跑出去做 Skytrain， 然后逛商场，我就觉得很有问题。网友就问怎么没有阿公？所以享受孤独是一种境界，这个境界是我们需要修炼的。接受孤独，就你能跟他和平相处，就是这种孤独，好，我能接受，我可以在这孤独当中很安稳的，存放我的内心，存放我的情绪，所有的都可以。还有一种就是像他这种会享受，又到更一级了。阿婆，通常享受的那些是好不容易得到孤独的机会才会享受的。对呀，所以我是不是还要去做 Skytrain？你不要听他那个语气，不容易。哇，这争分夺秒啊，享受孤独。他心里想，哇，这老太婆终于出去了，而且他会自己走了。他的习惯很有意思，只要我出去，就是我今天在干嘛，他不去打扰。我不干预他，我不干预他。他怕我说他跟踪。以我们多年的江湖经验，如果你遇到一个就是24小时跟踪的那一种，你会掐死他。出去一个活动一下，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情，你要给他这个机会，你不要去打扰他。阿公真懂道理。不是我懂道理，其实因为我自己有体会，我出去买个菜，咔叽一会儿一个电话来，还没回来，人在哪里？他住了。搞得我拎着个购物袋就往回。为什么有的人会享受独处啊？家里有小孩的，来之不易，3代同堂的，是那个时候对他来说就是独处就是美酒。对，他就简单的想看个电影都很难。对吧？小孩没法带到电影院去。多少那些妈妈把小孩送到就是 daycare 的，马上旁边 gym 咖啡馆然后摊开了晒然后我不是之前说我那个邻居生双胞胎嘛，然后那个她婆婆帮她每个星期带1个晚上，哇，那天晚上花天酒地。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独处是一个 recover 的一个过程，你在治愈你自己。所以真正的独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像你这种所谓享受孤独，那都是无病呻吟。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围城？就是你真正孤独的人，他又希望说我能走出去，然后真正就都在外面，哎呀，我又想进来，我又想享受孤独，很难得。对，我终于可以自由的一个人呼吸一下我一个人的空气，我不需要对着小孩吼，我不需要对着老公烦，然后我就是一个人，然后我就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哪怕什么人都不要在我身边。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有一个画面，你想这个一个悬崖瀑布，哇，好大声，跟那个万马奔腾似的，然后就在那个悬崖边上有一个鸟窝，那里面有2只小鸟在睡觉。快是困极了，前天打了1夜的麻将。但是你看现在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产业正在因为孤独的人群越来越多而欣欣向荣中，比如说宠物业，比如说像那个 VR。就是那个 VR 的那个一个人看电影，虚拟电影院，虚拟空间，一个自己设定好的虚拟的空间里面过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或者是说感受他自己想要感受的东西，就是
极大的享受。还有进修，但是冥想，对，但是我还是想对乔爷刚才说一句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说他不是封闭。首先，这个孤独，如果你把它理解成，就像刚刚我就一个人，我再也不跟外面人，那是社恐。对，那是社恐，对吧？它不是社恐，也不是寂寞，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东西，你可以享受它的。向内心求取力量，同时你不排斥社会。是，我觉得它是可以一种 program 化的，就是在不同的境况下都能 enjoy。对吧？对，就是我今天有人约我干嘛？需要计划，我觉得是需要计划的话就比如说我一天当中或者这个星期啊，我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除了自己工作，你肯定是一个人工作了，然后剩下的，比如说你的独处的时间，你可能想去做这个，想去做那个，我觉得是可以 program 一下。就比如说，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我问一下花花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对不对？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很好吃，很好玩，打电话问一下阿婆，要不要怎么样？就是我们可以 program 一下，我们可以设计一下整个流程，然后呢，中间可能会留出一部分，我觉得谁都不适合，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享受这个部分。对，我觉得这样会相对更健康一点。挺好，就是还是不是消极的。孤独永远不是消极的两个字，只有。所以我才说那个陈果教授那个书名叫好的孤独，好的，这是一种抽象的一个概念。抽象的，来你说抽象的。就是我的理解是，我对你刚刚说的话的理解。你应该不会没有共鸣吧？既然又开始凶了。直接说，那就直接。你还打算直接说？我本来就想跟你直接说。我刚刚列，我说你再给我买什么，然后他没看手机，然后回来了没有啊？我说你现在看看，回到家了，所以我有时候会连环扣他。下次离开超市之前给阿婆发个消息，你也得留证据，你知道吧？就是几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我给你发消息，我现在这个 moment 还有2分钟我就离开这个超市，如果2分钟之内你不给我下单的话，我就不管了。少来这一套！我首先要表态，不能跟你一起跟他对着干的，那个开玩笑。有时候他出去，然后我睡着了。然后他也连环 call 我，因为他没法决定要买什么。他出门前他交代了我一句：“你没事去休息。”然后我说去休息，然后他又连环